当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亲口承认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借来的，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站在了崩溃的边缘。2025年9月，中国国新办的记者会上，中国财政部部长公开承认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92.6万亿元人民币。这个数字有多可怕？中国 GDP 在2024年约为126万亿元，债务总额已经接近 GDP 的73%。若按人均计算，14亿中国人每个人头上都背着6.6万元债务。更离谱的是，这还只是官方版本。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，学者普遍估算超过60万亿，加总起来，中国的真实债务可能早已突破150万亿。中国财政部部长自己都承认，截至2025年8月，仅地方政府就发行了4万亿元再融资专项债，用新债还旧债。听起来很熟悉。对，这就是债务陷阱的典型症状。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在4月警告，中国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利息负担已经从2019年的 2.9% 飙升到2023年的 7.6%， 预计2025年会达到 10%。 换句话说，10块钱里1块钱要拿去还利息。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谁来买单？最终还是老百姓。最让人心惊的是所谓地方政府隐性债务。中国财政部部长披露，截至2024年末，这笔见不得光的债务余额是 10.5 万亿。这还是在中国去年搞了个12万亿化债新政之后的数字。也就是说，清了12万亿，又冒出来 10.5 万亿，等于根本没解决问题，只是换了个包装。什么叫隐性债务？就是地方政府明明超出借债额度了，却还在暗地里搞各种融资平台，变相担保，反正就是只要钱能到手，管它规不规范。这些钱绝大多数砸进了烂尾楼、闲置工业园、空荡荡的高铁站，表面上 GDP 漂亮，实际上变成了一堆废墟。而背债的不是地方官员，而是普通纳税人。未来几十年，中国老百姓挣的每一分工资，交的每一块税，可能都要优先拿去还这些隐性债。2024年，中国的财政收入总额为 23.4 万亿，听上去不少吧？但拆开一看，问题就出来了。中央财政收入 10.1 万亿，地方财政收入 13.3 万亿。别忘了，中央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把钱再分给地方。2024年，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总额 10.2 万亿，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全部收入。换句话说，中央不仅1分钱都没剩下，还要倒贴1000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央自己要花的钱从哪来？答案很残酷，全靠借债。国防、外交、一带一路、教育、科技、政府日常运作，每年约 4.5 万亿到5万亿的开支，全是借来的。换成大白话，中央政府的每顿饭、每个会议、每次阅兵，都是刷信用卡过日子。这是一种怎样的窘境？如果你家的收入刚好够付房租水电，却还要硬撑着养车、买奢侈品、出国旅游，你能靠信用卡撑几年？2025年初，全球金融市场已经把中国当成高风险区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政府的债务结构已经烂到根子里。国债规模 34.6 万亿，地方政府法定债务 47.5 万亿，隐性债务至少 10.5 万亿，合计 92.6 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美国国债虽然突破30万亿美元，但美国有美元霸权，全世界买单。而中国呢？人民币没有国际信用，印钞就是通胀，最后只能自己吞苦果。中国财政病入膏肓，已经进入恶性循环。经济下滑，财政收入减少，借债填窟窿，债务增加，信用下降，融资更难。
这下不像一个普通人，信用卡欠了一屁股债，银行利息越来越高，最后连最低还款额都付不起，那就是破产。更糟糕的是，债务的背后没有造血能力。2024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8.5%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房地产业不只是房地产本身，它牵动70多个行业，从钢铁、水泥到家具、家电，全线下滑。土地出让金锐减，地方财政直接断奶。新能源产业呢？表面风光无限，特斯拉、比亚迪在媒体上吹得天花乱坠，但现实是，欧洲、美国产业政策已经全面围剿中国电动车与太阳能面板。2025年，中国电动车出口面临高额关税，光伏组件库存堆积如山。所谓新经济支柱也正在被掐住脖子。当房地产塌了，新支柱没立起来，财政收入注定雪上加霜。靠什么还债？靠印钞票，那就是恶性通胀的开始。最令人心碎的是老百姓即将要承担的代价。如果北京继续借债维持，最终会有3种结局：一、货币贬值，人民币购买力急速下滑，手里的积蓄一夜蒸发；二、税收加码，各种隐性税、显性税全面收割，从企业到个人，人人都逃不掉；三、社会支出缩水，养老金发不出来，公立医院缺钱，教育拨款下降，普通家庭的负担雪上加霜。你可能以为这些只是专家的假设，但迹象已经出现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多地传出公务员工资拖欠的消息。辽宁、黑龙江一些县市已经延迟发放养老金，安徽、贵州的基层教师工资被打折发放。财政崩溃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每个普通人生活里的切肤之痛。别以为债务只是纸面上的数字游戏，它已经通过无形的方式把整个社会拖进泥潭。根据中央党校2025年8月发布的内部调研，中国地方政府每年财政收支缺口超过6万亿，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只能覆盖一半。这意味着地方财政靠借债过日子已成常态。你看新闻是不是经常看到地方财政吃紧，基建项目停工？这不是偶然，而是财政血液枯竭的必然结果。贵州省的债务率在2024年就已高达 130%， 全国最高。云南、甘肃、辽宁等地的债务率也超过 100%， 相当于收入1年花完，第2年还不上。广东、江苏这些副省也在透支，光是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就超过10万亿。这就像一个人不仅把工资预支了，还刷爆了信用卡，甚至把亲戚朋友的钱都借光。你能想象他未来的日子吗？债务危机最直观的后果就是老百姓拿不到钱。2025年初，网络上传出辽宁、甘肃、贵州多个地市的公务员工资出现延迟发放。要知道，公务员过去是铁饭碗，连他们都要为财政缺口买单，这个信号已经非常危险。更让人揪心的是养老金。中国社会科学院2023年曾发布报告，预计到2035年养老保险基金将耗尽。但没想到，危机在2025年就提前显现。黑龙江、辽宁一些县市，养老金已经出现拖延到账的情况。你能想象吗？那些一辈子在工厂车间拼命干活的老人，终于退休，却连按月应得的养老金都拿不到，只能靠子女接济。这不是未来的噩梦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债务危机不仅是财政问题，更会成为社会矛盾的引爆点。教育经费不足的安徽、湖南不少农村学校停课或合并，教师工资被打折发放。孩子们在破败的教室里上课，而校长还在催家长交各种赞助费。
医疗资金短缺，2025年初，贵州、云南一些基层医院爆出药品紧缺，医保报销比例悄然下降，老百姓看病越来越难，越来越贵。公共工程停滞，河南、山东的高速公路烂尾，四川的地铁项目无限期搁置，数十万工人被迫停工。这些本该属于公共服务的钱都去哪了？都拿去还债、支付利息了。财政像一个吸血鬼，把原本该属于民生的钱源源不断地抽走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5年初的预测报告里，已经明确警告，若中国债务继续扩张，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跌破2%。那时候，整个社会将陷入全面停滞。债务危机不是富豪和官员的灾难，而是普通老百姓的地狱。中国财政已濒临崩溃，北京方面已经走投无路。想想看，房地产塌了，地方财政断奶，新能源产业被围剿，外资持续撤离，中国经济已经没有新的增长点，剩下的只有靠借债续命。但债务是一根绞索，越缠越紧，最终会让整个国家窒息。历史的规律残酷而清晰，当一个政权财政破产时，它的垮塌往往比想象中更快。未来会怎样？一句话，最坏的还没到来。